英美大片，小鹿陪你看门道。今天小鹿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BBC 神探夏洛克第3季第1集空灵柩这一集当中的各种门道。看片就看片呗，这又有什么门道呢？小鹿这就给你举个例子。空灵柩这集里解释了2年前夏洛克是怎么从巴茨医院楼顶跳下，却瞒天过海死里逃生的。且不说逃生计划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逃生计划启动之时给他大哥发的那条短信 Lazarus 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他死后经由耶稣的救助起死回生。夏洛克把逃生计划命名为 Lazarus 实在是恰当不过。这个小门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呢？空灵柩这一集的主线是夏洛克破解伦敦恐怖组织试图炸毁威斯敏斯特宫的预谋。说起密谋炸毁威斯敏斯特宫，不得不提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火药阴谋。1605年11月5日，英国国会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盛大的开幕典礼。盖伊·福斯特率一群亡命的极端分子，将大量的火药藏于地下室之中，企图在典礼之时引爆威斯敏斯特宫。空灵柩的编剧呢，是多次在本集当中影射火药阴谋，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对比，巧妙地为夏洛克破案提供线索。下面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精心制作的精细对比吧。精细对比之一，拷贝不走样。盖伊·福斯特选在国会开幕典礼之日实施行动，而在空灵柩中，莫兰勋爵照抄盖伊·福斯特的计划，选择在国会两院对反恐法案集体投票之夜炸毁威斯敏斯特宫。MPs are now making their way into the chamber for what the government is calling the most important vote of this parliament. 精细对比之2，火中取华生。盖伊·福斯特的火药阴谋因为泄密而以失败告终。国会开幕典礼照常进行，众人幸免。英国人民呢，也就将每年的11月5日定为欢庆节日，用大篝火庆祝。这也就是为什么华生被劫持后被安放在即将点燃的大篝火之中。夏洛克从火中救出华生，这一事件触动了他的记忆宫殿，为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到此，夏洛克已经推测出了莫兰勋爵当晚是不会去国会大厦为反恐法案投票的，相反，莫兰是要炸毁国会大厦。He won't be there. Not tonight. Not the 5th of November. Remember. Gunpowder, treason and plot. Remember, the 5th of November. 这2句是英国家喻户晓的民间歌谣，唱的就是盖伊·福斯特的火药阴谋。夏洛克点出这句歌谣，华生恍然大悟即将发生的一切。精细对比之3，瓮中捉鳖。夏洛克推测出了莫兰的计划，但必须立刻找到莫兰安放炸药的地点，掐断火线。历史又一次成了夏洛克的朋友。火药阴谋中，盖伊·福斯特将火药藏在上议院的地下室内，夏洛克以此为蓝本，在议院下方废弃的铁道上找到了莫兰装满炸药的地下铁车厢，及时阻止了他的阴谋。精细对比，侦破大案，小鹿觉得还是畅快淋漓啊。不过呢，有些其他影迷也是指出是说，编剧们是不是把莫兰勋爵设计的太简单了一点？他刻板的模仿盖伊·福斯特，导致夏洛克可以轻而易举就推测出他的全盘计划。对此呢，小鹿的解释是说，没有了莫里亚蒂给案犯们做高餐，他们的阴谋当然就业余了呗。好了，以上呢就是小鹿在看《神探夏洛克空灵柩》这一集时看出的门道，和大家一起分享啦。如果你有喜欢的英美电视剧，想和小鹿我一起看门道的话，请给我留言，说不定下一次小鹿看门道看的就是你最喜欢的英美电视剧哦。